亮怎么红成这样？我们家老人常说，血月当空，总有不干净的东西要现形。现行就现行，反正账总是要算清的，欠的债总得还。可不是嘛，有些东西啊，在这个府里待得太久了，也该挪挪地方了。真是晦气。三妹妹明日又要去法租界，订的旗袍该好了。又做旗袍，你的衣柜该爆了。旧的总要处理掉，空出地方才装得下新的。扔了，怪可惜的。留着也是占地方。大姐姐，督军这趟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半月。军情紧，回不来。唉，那就还早呢。是啊，还早呢。你们这样问，是希望督军回来，还是不回来？文文，山泉风，从一开始我就不该信你。文文，文文，文文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为了什么狗屁学识，为什么要在乎那些世家？一次次忽视你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血眸，我们烈火血眸，血月在上，我沈君峰愿用性命召唤血眸，祈求时光能够倒流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爱她。我重生了。我重生了。这是我嫁进督军府的日子。太太们，五姨太到了，上来吧。哎呦，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这打起牌了，什么都忘了。人老了，记性不中用了。这就是五妹妹，怪我连杯热茶都没有给五妹妹备下。
去把我那套青花的茶具拿上来。算了，那套金柜，我怕你们这些下人莽莽撞撞的弄坏了，我心疼。就拿那套待客的吧。大太太许淑仪，军法之人，佛口杀死。沈君峰不在的日子，对我极尽虐待。督军不在，我替他教教你规矩。这就是五妹妹。妹妹的事儿，码头上那些粗人可都听说了。什么至死不渝，非君不嫁，一个个眼红得很，说当真有这样的烈性女子。那时便想，这得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！如今妹妹嫁进来了，往后自便是一家人，那些虚的也不必再端着了。二姨太苏婉儿，青帮义女，为了争宠，污蔑我偷情私通。白蔷薇，你竟敢来督军府行此苟且之事！二姐，你真是，人家这大喜日子，你说这些，五妹妹别往心里去。只是这嫁衣，妹妹在外多年，许是没处置办。早知道该提前说一声，我让家里绣房的人给妹妹改一身。妹妹这身，料子倒还厚实。嘿，大姐姐，我瞧这五妹妹身材纤细，回头我翻翻库里那些缎子，给妹妹改良品。总不能让外头人说咱们府里亏待了人。我们山谷人家旁的没有，就是料子多。三姨太柳如梅，商贾之女，心肠歹毒，对我赶尽杀绝。我送你去地府和家人团聚。哎呀，三姐姐说笑了。五妹妹初来乍到，哪里就委屈了？五妹妹，别理他们。几位姐姐今天打牌输得多了些，心里有怨气。大姐姐，五妹妹这一路舟车劳顿也累了，不如让她回去先歇着。咱们这牌桌上的规矩，改日再教她也不迟。四姨太温雪芝，中医世家，口蜜腹剑，那毒药膏涂上后的滋味，我至今记得。五妹，这药膏你拿着，这可是我们家祖传的方子。白蔷薇，见过各位姐姐。这一世，我不是待宰的羔羊，是来索命的修罗。督军府，你们的血，我要一滴一滴的亲手讨。督军还没回来，只能委屈妹妹一个人拜堂了。能嫁进督军府，又怎么会委屈？倒是二姐姐，从小在青帮那群男人堆里长大，这嫁进督军府，怕是也寂寞。好一个伶牙俐齿！来人，教教他规矩。微微僭越了，这奴才目无尊长，微微替姐姐们教训教训下，免得让旁人看了还以为督军府家教不严。竟敢！来人！督军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今天是我沈君峰娶亲的日子，我不该回来。督军误会了，您不是有军务在身吗？我来晚了。上一世，你最后都没有出现，让我独自拜堂。督军，
青帮少帮主苏九在码头运送军粮被劫，匪首说让您虚实独带万金去换人，再不去的话，恐怕……督军，我义兄是为了给督军运粮才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军粮是我娘家出的，弄丢了，我可不会再向我爹开口。督军，军粮要紧，您还是先忙完军务，再拜堂也不迟。在这秦淮河，还有人敢劫青帮的粮？李副官，你带兵。可是他要您亲自去。我是让李副官带兵去凤仙馆找你哥，你哥哥苏九会在哪里鬼混，我还不知道呢。微微，你我青梅竹马，我早该明媒正娶，迎你过门。只要能嫁给你，何时都不晚。我为了大局，必须要娶他们4个，只能委屈你做五房。我知道，你肯定怨我。我不怨你。大姐家军力雄厚，权倾一方；二姐是青帮义女，把控着军需运送的必经之路；三姐家里富甲一方，是你的前粮后盾；四姐家中药供给，可保将士们伤病无忧。你娶他们，都是为了你的宏图霸业，我怎么会不明白？微微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我既然召唤血梦，让时光倒流，绝不会让任何人再伤你一分一毫。我会一个一个休了他们，不，杀了他们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，等着重来一次，只和你日夜厮守。我也是，等着亲手杀了你。我有点不太舒服，好像月事要来了。没事。来日方长吗？报告督军，情报大营粮草库被劫。督军还是去吧，军粮是大事，耽误不得。今晚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这儿陪着你。沈君峰，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，我要让你只爱我，信任我，再眼睁睁失去你现在拥有的一切。微微，这一世你要什么我都从你，哪怕是我的命。反了，他刚入府，给大姐请安都给迟到。罢了，五妹妹新婚燕尔，起不来也正常。督军什么性子，大家心里清楚。你我嫁进来这些年，督军碰过谁？要不这府里到现在都没个一儿半女。或许督军对五妹终究是不同心。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不同。不用二姐请了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五妹妹，快给大太太敬茶吧。
这敬茶啊，可不能洒下一滴，不然都是对大太太的不敬。姐姐恕罪，蔷薇实在身体虚弱，手脚无力。昨天晚上，督军折腾到半夜，今早又……督军说这是军令，不许我下床。好你个狐妹子！哟，那看来督军对五妹妹确实是不同。既如此，你不如把那见红的手帕拿出来让我们看看，让姐姐妹妹们都沾沾你的喜气。来人！报告大太太，昨夜吴姨太没有见红。哼，白蔷薇，这你怎么解释？这督军府可容不下你这样不清不白的人。解释？他需要向谁解释？解释？他需要向谁解释？昨夜我们已非初次，这手帕干净有何奇怪？我沈君峰的女人，还需要向你们证明清白？不是叫你多睡会儿吗？他这般做戏，是演给谁看的？既然要演戏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督军，他罔顾家规，奉茶迟到，应当处罚。你听清楚，你再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剁了你的手！蠢东西，永远这么沉不住气。今天便让你做个开场罗。许淑仪，你是当家主母，以后别再搞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把戏，更别拿这种无聊的东西来质疑微微。督军教训的是，淑仪知错了。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擅自闯入微微的房间，动她的东西？是风大太太。来人，给我看看他是哪只手拿的，给我剁了！督军饶命！督军饶命！他只是拖下去！督军饶命！上一世，他可不曾这样为我撑腰。微微，我这几天需外出巡访，你在府中若出了事情，记得告诉吴管家，让他派人寻我。督军放心，我一定会和姐姐们和睦相处。沈君峰，我不会有事，我只会搞事。走了。小姐，院里风大，要不把门关上？不用关了，有客人要到。有客人？武姨太，这是府里上下的换洗衣服，二太太吩咐了，请您务必亲自亲手清洗干净。府里的老妈子是死光了吗？哪有让姨太太洗衣服的道理？督军不在府里，大夫人呢又潜心礼佛不管事，二太太的话就是规矩。知道了，你放那儿吧，我洗就是。小姐，海香，拿过来吧。小姐，督军不在府中，这出戏还得唱下去。没事儿，我等着钓大鱼呢。五妹，
你这手怎么糟蹋成这样了？一点小伤而已，不劳四姐挂心。五妹，这药膏是我家中祖传的方子，对这种金创外伤最有效了。在这督军府里，我们都得自己联系着自己。这府里水深着呢，我比你早来，多吃了些亏。日后若想找个说话的人，尽管来我屋子里坐坐。谢谢姐姐，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体己话。这药我就收下了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姐妹之间互相照应是应该的，这药你记得涂，别沾水。这么漂亮的一双手，留疤就不好看了。我记住了，谢谢姐姐。温雪池，你总是躲在众人身后，像个柔弱无害的影子。上一世，我便是信了你这副模样，才会用了你送来的药膏，导致伤口溃烂，被人污蔑得了传染病。这姐妹情深的戏码，我陪你再演一次。这伤药里你加的料，就让你自食恶果。小姐，你要的香调好了，就等阿香。五妹，这是什么香啊？特意给督军准备的吗？我依照督军的喜好自己调了些，没什么特别。既是督军喜欢的，也给姐姐一个方子。不瞒姐姐说，这香是我费了好大的劲，从南阳商贸那边寻来的古方。这香唤作醉君心，任凭它是百炼钢，也能化作绕指柔。妹妹往后全指着这小玩意儿系住督军那颗心呢。姐姐闻闻，是不是心跳都快了些？这香不仅能使人意乱情迷，还能使人上瘾。只要在督军来的时候给上那么一点点，督军就……五妹，此等虎狼之物你也敢用？若是让大太太或是督军知晓，那可是不得了的祸事。姐姐待我好，我自然信得过姐姐。这香分给姐姐一半，但是姐姐记住，万不可贪多。谢谢五妹。小姐，为什么要将那香分给四姨太？她分明没安好心。你说，要是督军和那几位发现，平日里最温婉的四姨太，竟用这种下作的手段，她在这督军府还有立足之地吗？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我去找五妹说了些体己话。药膏送了吗？送过去了。微微，我回来了。督军辛苦了。路上看到的，我猜你会喜欢。上一世从不记得我喜欢什么。怎么弄的？
这怎么回事？不弄成这样，我的苦肉计怎么演？不劳督军费心，府里规矩如此，我做得了。谁立的规矩？你告诉我，是谁？督军军务繁忙，总不能一双眼睛时时盯着我吧？你不在府里这些日子，我得自己照顾自己。全部交给下人来做。今晚我陪着你。我有些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你为何不愿意让我陪着你？督军的妻子又不止我一个，我这双手现在连伺候督军沐浴更衣都不方便，当不起督军厚爱。这温雪芝怎么还未动情？督军，四太太备了酒菜，来请督军。督军还是去找姐姐吧。我进府这几天，四姐姐待我最好，别让她记恨我。你让我去找温雪芝？我现在这副样子，伺候不了督军。四姐姐心细，肯定能让督军舒心。白蔷薇，你究竟要我如何？恭送督军。好，我去。沈君夫，你去找那温柔体贴的四姨太吧。我为你们准备的大礼，她想必已经急不可耐了。四姨太，督军来了，快去把香点上。是。督军从未领略过我的才情，才会冷落我。今日有了这香，我肯定能得督军宠爱，往后再不必看人脸色过活。听闻督军回府，雪芝特备了酒菜，恭迎督军回来。这香气味独特，倒像是武姨太房里常用的。听闻督军比较喜欢这种气味，所以才特地去找五妹讨了一些来。谁？无妨，许是某个不懂规矩的家丁罢了，或是某个口是心非的小野猫。今晚让我好好尝尝你的手艺。成功了，这香果然有用。微微，你也会在意吗？这醋你吃还是不吃？温雪芝，好好享受吧。二太太，督军回府后去了武姨太房里。又是那个白蔷薇。二姐，你不好好伺候督军，来我这儿干什么？督军今天晚上怕是要睡在四姐那里了。什么？难为二姐精心准备的酒菜，怕二姐空等，所以特地来告诉你一声。好一个温雪芝，平日里在我面前装得与世无争，
原来也是个会盘算的狐妹子。这香气如此霸道，直戳门门，不似寻常花香，倒像是刻意调制的迷魂散。难道真是微微给他的？他想把我推到温雪之这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督军，夜深了，我伺候您休息吧。这香有点腻，熏得我头疼。我这就把香灭了。督军您别生气，我这就把香灭了。不必了。我父亲说，想请督军过几天带我回趟娘家，商议下个月给军队供药的事。还想用你父亲的药行来要挟我？知道了，我有急报要处理，再说吧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二太太让我来请督军用膳，既然不见督军，自然进来问问您把他藏哪儿了。督军已经走了，你们眼瞎了吗？都给我滚出去！二太太说了，有些狐妹子就是欠教训，就该好好让她清醒清醒。给我砸！你想干嘛？四姨太，你最好想清楚这府里谁是主人，再有下次，砸的可就不是这些玩意儿了。小姐，你都听见了，二太太的人把温雪芝的房间都给砸了。温雪芝自以为聪明，可这一回不仅勾引督军不成，还彻底得罪了苏婉儿，有她好果子吃。可是督军会不会知道那是？知道又怎么样？香是他自己点的，路也是他自己选的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小姐，你怎么哭了？计划不是成了吗？该高兴才是啊！高兴，我太高兴了。阿香，我太高兴了。我亲手把那个男人送到了别人的床上。我高兴，我太高兴了，阿香。小姐，小姐，要不是你和督军当年失散，你才是名正言顺的督军夫人，在这府里处处受气，何苦还做这种剜心割肉的事折磨自己呢？督军，滚！是。他应该要信未解，怎么会来到这里？难道被他识破了？蓝小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他知道了，那香是我给温雪吃的，知道这都是我设的局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督军是走错院子了吗？你松开！蓝小薇，你安排的好戏，你不就想看我失控吗？现在我就如你的愿。你放开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你去找别人，住手！别碰我！我嫌你脏！
说我脏，我从未碰过他们任何一个。我呢，一直在等你。你知道我为了重来付出了什么吗？重来一次，他是什么意思？为了你，我向雪梦献祭，就算流干血，我也要换你回来。从看见你浑身冰冷，血流满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疯了。每一天都在后悔。他在说我前世的死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还有血梦献祭，难道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以前是我蠢，是我瞎，我没能护住你。那时候你该有多懂，我错了。所以，我重生那一刻纯赤的血腥既不是梦，是血月和血魔。沈君峰，你也重生了。你别走。上一世，这些疤这些伤每一道我都曾为他上演。我曾那么爱他，他打赢了那么多恶战，为什么偏偏护不住我？别心软，他前世如何轻贱你，辜负你，让你横死街头，你都忘了吗？如果不是还没有收拾完那帮女人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。微微，你别走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昨夜温泉池房里的香有问题。微微为何要给温泉池那贴了迷情伞的香？昨夜我是不是胡说了什么？罢了，先让他好好休息吧。沈君峰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随用随弃的解药，用完就走，连一个字都没有吗？在你眼里，我是个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玩物吗？督军这个时候来，又有何吩咐？先坐。没事儿，我给你备了一些安神的药材，压压惊。安什么神？我昨夜没事多喝了2杯，我听下人说，我好像闯到你这里，闹了一场。昨夜失控，说了太多不该说的，重生之时肯定会吓到你，不能承认。微微，我若是酒后胡言乱语了什么，你别当真了。昨天跟我一番掏心掏肺，原来只是胡说八道，现在清醒了就要一笔勾销，
继续做你高高在上的沈督军吗？督军恐怕记错了吧？昨日你喝多了，路过我这儿，安然便睡下了，不曾吵扰。我没什么事，就不劳烦督军挂怀。微微，既然没事，那就好。昨夜的种种，就都忘了吧。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。上一世，你也总让我忍让，让我忘记。重来一世，还是一样。我会的。怎么了？今日又添了新伤，昨夜被酒气一激，有些发炎。微微，你能像以前一样帮我换药吗？我听闻你前日收到一支极好的伤药，督军指的是雪芝给你的那支啊。温氏是中医世家，给你的药定是极好的。督军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府上有什么是能逃过我眼睛的？那督军随我进屋。上一世，微微用了温雪这支好心的药膏后，皮肤溃烂，在洋人宴会上失态，被众人以为得了传染病。我本想找机会用在苏婉儿身上，再把脏水泼给温雪芝，你沈君峰自己找上门来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微微，劳烦你了。我要是现在去兴师问罪，温雪芝不会忍，还会打草惊蛇，得罪温家。但这毒肉用在我身上，有了我这伐害督军的罪名，我便可以名正言顺解决了温雪芝。疼吗，君峰？你笑什么？你终于肯唤我的名字了。这2日，你只肯叫我督军。别动。沈君峰前世让我丢尽脸面，被人嫌弃的痒痛，也让你受伤。好热，痛吗，沈君峰？慢慢受着，这是你的报应。你的微微，早就死在你的督军府上了。来人！督军出事了！军医！军医！说，你这个小贱人，到底给督军用了什么药？而且我没有。督军好好的进你的院子，怎么会浑身青紫藤芽？说，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？住口！大半夜的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
武姨太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督军旧伤复发，让我给他上药，谁知到了晚上，他突然全身痛痒，我也不知为何，我怎么会害督军呢？药，好啊，你去把你的药拿出来看看，看看里面到底加了什么东西。回禀太太，此药中确有砒霜。怎么会？这药是四姐姐看我双手生疮，好心赠予我的。四姐姐是中医世家，必精通药理，除非……五妹妹，你可别污蔑我啊！我给你的就是寻常的伤药，大太太明鉴啊！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拖出去！督军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军法处置。药膏内砒霜剂量不大，但伤口涂抹吸收快，好在来得及时，督军已经脱离危险。住手！督军，他们要合谋给您下毒，我这是在替您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？我看你是借题发挥。你要是管不好这后宅的勾心斗角，这家主就别提。督军，我没下毒。我知道。督军冤枉啊！我给五妹妹的只是寻常的金疮药，定是她自己往里加了东西陷害我。吴管家在，去四姨太院子，将那房间里所有药材全部搜来，与五姨太那盒药膏做对比。是。报告督军，从四姨太房中尽数搜出此物，经银针查验，内含剧毒砒霜，与您身上所中之毒完全吻合。这瓶子跟四姐姐给我的一模一样。不是的，督军，你信我，我只是想求你对我哪怕有一点真心，我从来没有害人之心的，你信我。没有害人之心。那这砒霜你怎么解释？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抵赖？大姐姐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大姐姐，把嘴巴给我闭上！这事果然跟许淑仪脱不了干系。温氏下毒谋害督军，来人，拖出去！这督军府何时由你来做主？督军息怒，我实在是气愤难当，我才急于处置这个毒妇。温氏本是要毒害武姨太，微微，她的生死由你来定，她是死是活，你说的算。我才入府没几日，不知是哪里得罪了姐姐，要如此害我。姐姐嫁进督军府也有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督军就将她逐出府去，便算了吧。微微深明大义，
心肠柔软，但温氏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杖责50，逐出府去。走！别碰我，督军，我错了，督军，不要赶我走，督军，不要赶我走，不要赶我走，白蔷薇。文，救军医，快啊！武姨太是操劳过度，加之受惊才会昏迷，需要静养。操劳过度，他为何会操劳过度？说！回督军，自从您出巡后，武姨太的院中便送来了全府的衣物，说是二太太吩咐的，不洗完便没饭吃。我沈君峰明媒正娶的姨太，居然要给全府下人浆洗衣物！苏婉儿，你好大的狗胆！我的苏婉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让你帮我料理府内事务，你却阳奉阴违欺凌五妹妹，你简直无法无天了！许淑仪，你就是这样当家的是吧？督军，此事我真的不知。你要是做不好这个当家主母，可以换人。还有，温雪之送的带有砒霜的伤药，你当真毫不知情？督军，看过府内事情不周，让五妹妹受委屈，淑仪知错。但是温雪之送假伤药一事，我真的不知情，督军明察。跪下！微微道歉。还有你，五妹妹，姐姐对不住你，是姐姐疏忽了。既然你只知道每天躲在小佛堂礼佛，无心俗务，从今日起，府中大小事宜全部由武姨太做主。你好生休养吧。督军，你这……听到了，就都给我滚！如果上一世你能这样护我，沈君峰，我们何至于此？醒了。没事了吧？温雪之心思歹毒，下毒害你，你为何饶他一命？在这深宅之中，女子的命运都系在男人身上，争宠、算计，甚至害人，都是为了得到一点点宠爱，挣扎求存罢了。温姐姐是可恨，也不过是因为嫉妒迷失了心智的可怜人。我如果杀他，又与他有何分别呢？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最近我总觉得自己
认识你了。此刻的你，才是我认识的白蔷薇，善良、宽厚。你错了，沈君峰。我放过他，不是因为我善良，是因为从始至终最恨的人只有你。他们不过是因为你的朝秦暮楚而发疯的可怜虫罢了。若非这样，又怎么会在这宅子里受委屈呢？微微，是我不好，答应不会让你受委屈，还是没做到。没事，督军军务要紧。微微，我前几日出门，去见了德国来的洋行代表，以后军中所需的伤药全部由德商供应，品质更佳。温氏一族对我们的药材支持，对我来说将毫无意义。果然，你如此爽快踢开温雪芝，归根结底是因为你不再需要它。对你来说最重要的，永远是你的大义。我只有不再受他们的捆绑和制衡，才能让我真正强大到可以保护你。生逢乱世，我有权力才是唯一的护身符。微微，你信我。微微，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把自己给我？你不愿意就算了，我可以等。但是，你以后别再叫我督军了，好不好？白蔷薇，这副身子，若还能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武器，何必不用？我是担心督军的伤。伤不碍事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好好享受这短暂的得偿所愿吧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地狱。这几日，吴妹妹帮着姐姐料理家务，妹妹辛苦了。督军跟姐姐信任，才让我勉强帮点小忙。过几日，梁太太请客松鹤楼。松鹤楼，他家的松鼠桂鱼可是一绝。上回去的时候，鱼都可鲜了。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。最近物价涨得厉害，松鹤楼的生意也不如以前了。是啊，我也听说了。特别是米粮，最近江北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江北的事儿，咱们哪里知道？我也是听下人说的，听说江北那边的米粮涨了1倍，有好多商铺都开不下去了。那是江北的事儿，咱们这边挺顺的。二姐姐怎么知道挺顺的？我义兄说的呀。啊，对，青帮管漕运。哎，这青帮的船，除了给咱们运，还给别人运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就随便问问。听说最近江北孙大帅那边
他们的粮食听说也挺紧张，不知道是不是也走水路。孙大帅的事儿我哪里知道？姐姐别误会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毕竟青帮做生意，谁给的钱多就给谁运，赚钱嘛，不寒碜。我义兄只给督军运粮，和孙大帅什么的没关系。粮食的事儿不用担心，督军府用的粮和军队的粮，都从我爹的几个粮仓进。军队的粮，那三姐家可真是栋梁了。我最近在帮督军查账，发现上个月军粮的数目，账面上写的是1000担，可实际上缺了点。粮食这东西，风吹日晒的，肯定是在运输途中有损耗吧？当然有损耗了，运粮哪能一粒不撒？二位姐姐说的是，只是这损耗啊，有时候是3成，有时候是5成，每个月都不一样。这么多损耗，我就在想，会不会是被人吃？五妹妹，饭可以乱吃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姐姐，我可没有乱说，我就是吃个牌，我打个牌而已。三姐姐怎么还当真了呢？碰！今儿运气真不错，就像三姐家运粮的时间跟二姐家的传奇，总是能碰上。白蔷薇，你够了！白蔷薇，你别以为仗着督军的宠爱就能在这撒野。五妹妹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是账对不上，我想问清楚。难道大姐姐不想知道吗？都吵什么呢？督军，没吵什么，我和几个妹妹们玩玩牌。督军要不要坐下来，跟姐姐们玩会儿？不了，我还有急事要处理，军粮上又出了岔子，数目对不上了，得查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这就奇怪了，军粮从来都是三姐家负责供给，二姐家负责运输，怎么会出问题呢？微微，你既然管家，就帮我好好留意一下，若有问题，及时来报。那要不今日就到这儿吧，我得去帮督军查查账目。二姐，你说这军粮短少的罪名，是该供给的担着，还是运输的担着？白蔷薇，你昨晚在厅上什么意思？军粮亏空，与我青帮何干？那分明是柳家有人手脚不干净。二姐说的是，我在查账的时候发现，上个月军粮入库的数目与柳家报上来的确实有些出入。你分明知道，为何牵连于我？二姐若是清白的，那就让我好好核对一下青帮漕运的记录，也好还二姐一个清白。你凭什么查我们青帮？二姐与其在这里与我争辩，不如好好留意一下三姐的院里都出入了些什么人，尤其是男人。梅儿，这么晚叫我过来，是想我了？
白蔷薇盯上军粮的账了。那有什么？你我里应外合，那账目做的可是天衣无缝。李明远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那白蔷薇，我看她一点都不简单。一个刚刚得宠的女人就把你吓成这样，我的三姨太，你的胆子什么时候变得比米粒还小了？你懂什么？姓沈的给了他管束的大权，他要真查出点什么，那就让他查，只要他没有真凭实据，他能奈我何？我可是督军的副官。苏婉儿那个蠢货也被白蔷薇当枪使，咬着我们不放。那就让他咬。青帮漕运内部也都是小九九，只要他敢碰，那淹死的就是他自己。梅儿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。天塌下来呢，有个高的人顶着。只是今晚春宵苦短，不要辜负了。小姐，李副官已经进了三姨太的别院。知道了，想个办法，把这个消息传到苏婉儿耳朵里。记住，要让她觉得是她自己机灵，偶然发现的。是。二姨太，我刚刚听阿娇说李副官进了三姨太的屋里，我过去偷偷听了一下，他们俩好像在亲热。你听清楚了，当真是李副官进了柳如梅的院子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好个柳如梅，好个李明远，真是老天爷的保佑。走，二姐姐，这么晚了，带这么多人，出了什么事情吗？不关你事，让开。姐姐这是要去三姐姐院里。二姐，听妹妹一句劝，你就这么闯进去，固然是抓到了人，可然后呢？然后当然是要全府上下知道柳如梅是个什么破烂货色。姐姐糊涂啊，闹得人尽皆知，打的可是督军的人。到时候督军为了维护颜面，说不定还会怪姐姐鲁莽，将事情闹大。有些事情，听说远不如亲眼看见实在。你的意思是，姐姐不如派人围了院子，别让他们跑。待督军回来，二姐就可以顺势撞开门，让督军亲眼看着里边是什么风景。这样，这才叫铁证如山，永绝后患。去，派人围了院子，我去找督军。这绿帽子当然是要给他亲手戴上才行，再让他亲眼所见，成为他心里的一根刺。心肝儿，我可想死你了！轻点，我这睡衣可是新做的。外面好像有什么动静。管他呢，今天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不管。督军，是他先勾引的我，是他欺负楠楠。李明远，你算男人吗？哎呀，怎么会有如此下贱不堪之事啊！拿着我的香，做着我的副官，睡着我的姨太太。你很好，拿着我的香，
做着我的副官，睡着我的姨太太。督军，跟这种不知廉耻的小贱人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督军，军良之事尚未查明，怕是与二人也脱不了干系。督军，他是主谋，大多数钱都进他的口袋，卑职是一时糊涂，被他拉下了水。你放屁，李明远！明明是你自己贪得无厌，是你跟我说在军粮上动手脚，天衣无缝，现在全推到我头上。督军，若此时草草处置了二人，反倒死无对证，让背后更大的老鼠逍遥法外。不如先将二人分开，严加看管，等彻查军粮再行处置，这样才能一网打尽，永绝后患。把这对狗男女关起来！督军，督军饶命！彻查军粮账目，撬开他们的嘴，我要知道每一粒米、每一块大洋的去向。柳如梅，你的用处还没完呢，等你咬出该咬的人，才是你的死期。姐姐，你看你这是何苦呢？你别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。我不是来看姐姐笑话的，我只想知道，姐姐后不后悔？我没什么好后悔的。你要是跟我一样，嫁到这督军府，守了3年活寡，我不找个男人陪我，难道要在这深宅大院里活活憋死吗？难道沈君凤说的都是真的？他跟我是他的第一次，姐姐只是没有得到督军的心，可如今落到这么个下场，姐姐就甘心让那苏婉儿继续在府里作威作福，逍遥快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只要你告诉我青帮的把柄，我就能扳倒苏婉儿，到时候我会向督军求情，留你一条命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姐姐现在还有别的选择，难不成你要指望李明远那个男人？姐姐是聪明人，我等你回话。是你，你的命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，倒是你乡下的父母和姊妹，你敢动他们试试？只要按我说的做，他们就不会有事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你和柳如美殉情。军粮的账目我都已经查过了，柳家的入库记录对不上，不过青帮漕运那边也不是毫无破绽。无论如何，得先撬开那2位的嘴才行。我派人审讯了，但2位都没说实话。其实，我当时去见了柳姐姐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，他嫁进督军府，守了3年活寡，督军都没有碰他。这么说，你当真没有骗我？
我说的话绝无虚言。可以督军的熟练程度，好像不是第一次。我总不能告诉他，实际上他已经不计其数了。他根本就很熟悉女人的身体，可能是天赋异禀吧。对了，我明天要为法兰西华侨皮埃尔先生办场接风宴，他将为我提供军人支持。这场宴会将交由你来操办。为何是我？如此重要的场合，府里的各位姐姐经验都更为丰富，怕是比我更加稳妥。尤其是大姐姐，有你在，我放心。督军吩咐的事情，我自然照办。现场已经勘验过了，柳如梅是被锁链勒死的，李明远应该是自己自杀。柳如梅，虽然我还留你有用，但当年你想将我活活勒死，如今也算是一报还一报。这窒息的滋味，你在地府里慢慢回味吧。微微，你怎么看？这奸夫淫妇问罪殉情的戏码，真是洒狗血，是吗，督军？他俩死了对谁最有利？这还不明显吗？殉情，也亏你想得出来。这尸体刚发现，二姐姐的消息就如此灵通，莫不是贼喊捉贼吧？这么大的事儿，府上男女老少都有所耳闻。我只是想替督军多分担分担。是吗？那二姐姐以为这对狗男女殉情所用的刀是何人所递？这把是李明远的贴身佩刀。昨日关入地窖前，可否仔细搜身？回督军，昨日他俩全身上下都已经仔细搜过了，并未发现这佩刀。这定是府中熟人作案。要我说，这二姐姐与军粮亏空一案也有几分关系，恐怕是害怕暴露，杀人灭口吧。好了，我自会查清。明日宴会有贵客莅临，由微微主持，还请各位别家丑外扬。不信你没有变的破绽。太太，柳如梅和李明远都死了。有人已经坐不住了，而且明天的接风宴，督军指定让白蔷薇操办，可往日都是您啊。内府事务交给他也就罢了。哎呀，太太息怒，明日宴会都是洋人，那村妇指定会出丑，到时候我要让他在外人面前把脸丢尽。会长请进，我准备了上好的咖啡。会长、夫人，欢迎回家。督军与我一直想与二位好好聊聊南洋华侨的现状和报国热忱，里面请。回家？夫人这话感人心扉呀。走。大姐姐，会长在南洋生活30年，咖啡
早就喝够了。感谢督军今天的招待。五妹妹这安排倒是新鲜，只是这西式餐桌吃的却是中餐，用的也是老式的餐具，岂不是不伦不类？会长与夫人久未归国，一定很想念家乡的味道吧？周氏佳肴是我的待客之诚，西式餐具则是为了方便不惯用筷子的同胞友人，而这公筷公勺是借鉴了西方分餐卫生之理念。会长倡导卫生革新，微微班门弄斧，不知这点小小的用心可还妥当？沈夫人连你在南阳畅行新生活运动都知晓呢。心思剔透，格局更大，难得，难得呀！承蒙各位贵宾莅临，今日我们相聚于此，聚的不仅是宾主之意，更是散落四海星火，终在故土重逢的光亮。愿此杯后，家国再无远途，心墙永跨重洋。会长先生，说我来迟，还要多亏沈兄替我招待。早就听说沈兄娶了一个美若天仙的五姨太，今天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孙兄倒是不请自来。会长先生这样的贵客远道而来，我怎么能不来接风呢？孙兄恐怕是误军去了。今日是为了给会长先生洗尘，为尽地主之谊，我们都准备了礼物，想必孙大帅也带来了。阿香，这是大千先生亲笔“四海归心”。督军说，这4个字不仅立志大义，更是对您这样心怀故乡的海外游子最深切的敬意。好一个四海归心！督军，夫人，此礼厚重啊！大帅没有准备礼物也没关系，我替你准备。这罐中的铁观音是采自您家乡的金春新茶，大帅愿您死后品茗时，茶是故乡味，路是归乡土。这是我父亲生前最喜欢的茶叶。孙大帅，您费心了。还请会长先生笑纳，恕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就先告辞了，下次再续。阿香，你盯着苏婉儿，看看她和孙大帅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是，小姐。好你个苏婉儿，为了斗我，想把场子弄乱，正合我意。督军，我愿意重新考虑绝缘的事，是出于对您夫人的敬意。您多保重啊。下次见了。多谢会长对他的敬意。华侨会长一向谨慎，今日竟因为微微松口，
你究竟还藏着多少本事？方才会长对你赞不绝口，因着你的缘故，重新考虑了军援之事。督军，会长先生本是我费尽心思请来的客人，如今倒却成了……好了，为府中争了脸面，你倒不满了？这就是你大太太的胸襟。妾身不敢。既如此，晚上娱星节目你就不必出席，回去好好反省。徐淑仪，这就受不住了。接下来，你最在意的权势和脸面，我会一步一步踩在脚下。小姐，正是素婉儿请的孙大帅。孙大帅，哎，孙大帅，你不是跟我说可以认识到会长先生吗？结果却让我在那沈君峰面前颜面扫地。不是的，都是那个白蔷薇搞的鬼。你义父跟我的合作就到此为止了。您别生气，大帅，只要你愿意继续跟我义父合作，只要我能留在沈家，我能帮你的还有很多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那正好，就让他们都为我所用。这次，孙大帅为何会不请自来？督军怀疑是我把他请来的。当然不是，只是他看你的眼神，我越看越不爽。督军只是吃醋了，放我下来。放你下来，好让你在外面被别的男人上下打量是吧？你只能是我的。既然督军想要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怎么，督军不敢了？这次你随我行去。督军是担心我的安危，还是对我不放心？我当然对你不放心。以后谁再敢像他那样看，我就挖了他的眼睛。我随军，督军还如何安心打仗？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等你凯旋归来，我此去江南战事凶险，有份军报需要托付给你。军报？此战我意在清除江南毒瘤青帮，他们表面为我运粮，实则暗地为孙大帅走私军火，是我的心腹大患。这次我要借许家之力，将他们连根拔起。这份军报记载了此战的行军路线和补给部署。如此重要的军报，为何不交由大太太保管？
他是许家军的眼线，唯有你才值得我信任。这关系到成千上万将士的性命。还有你，我的未来。督军放心，我一定妥善保管。等我回来。沈清，督军，我要你暗中保护武仪泰。若他出了什么差池，我唯你是回。若他想做什么，伺机行动。属下明白。希望是我想多了。这份军报是苏婉儿梦寐以求的，她只要偷偷通报给孙大帅，就能找到新的靠山。我也能让沈君峰尝尝被背叛的滋味。可是总觉得这一世的他好像换了个人，他如此护我，甚至从未与他们同过房，难道真是我错怪他了？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让你打听的事情，打听到了吗？打听到了。我听说大太太曾经怀过一个孩子，本该是沈家的嫡子。然后呢？好像是佛堂走水，大太太受惊，孩子没了。大太太伤心欲绝，从此就不准有人提起此事。沈君峰，我竟然蠢到再信你一次。阿香，这份军报是督军亲手所托，关系前线战士，一定要妥善保管。小姐，太招摇了。把这份军报藏进花园竹林里。是。苏婉儿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。许家与沈家就靠你扳倒了。有了这个，管你什么白蔷薇、许淑仪、沈君峰，我看你们还怎么嚣张！武仪泰未免太过大意，被旁人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督军为何将此物交给他？天助我也！许家军的行军路线，补给时间，连暗哨布置都一清二楚。得手了。告诉义父，按计划在黄浦江段设伏，切记要等许家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再动手。这下许家和沈君峰都在劫难逃了。等这场仗打完，这江南就是义父和孙大帅的天下，我再也不用在这督军府受气。
你怎么来了？督军恕罪，军情紧急，苏婉儿已从武仪太处盗走军报，送往秦邦。这军情泄露，未免太过巧合。魏魏，你立即去通知许家军，推迟1日过江，再以青帮的名义，将许家军的踪迹送往孙大帅的司令部。督军英明，如此一来，青帮先去，我军可趁其剿灭。待到许家过江，孙大帅必会出手，待他们两败俱伤，我军便可坐收渔利，一举铲除3大祸患。去，手脚要快。是。魏魏，此去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去把我那白狐裘取来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得穿得体面些。小姐，咱们真的要走吗？万一……没用的东西，跟着孙大帅和义父，不比在这督军府强。到时候我要许淑仪跪着给我奉茶，白蔷薇那个小贱人就丢到最脏的窑子里去。妹妹，哥，船都备好了。刚收到飞鸽传书，情况有变，父亲让你暂缓离府，按兵不动。什么？信上说江上雾气太大，我们的人好像都不空了，连许家军的影子都没见到。不是，可是那军报上明明说是陷阱。前线来报！完了，哥，你先走，我马上就来。好。大太太，前线捷报，秦帮叛匪昨夜于黄浦江段意图伏击我军，幸而督军神勇，激战一夜，秦帮主力全军覆没，为首苏老四已被当场击毙。好，那许家军呢？遭遇孙大帅埋伏，死伤过半。怎么可能？那许家子弟，许家军死得太惨了，江面都被染红了。孙大帅好像早就知道许家的路线。大姐，有件事，妾身不敢再隐瞒了。督军交给我的军报，在我院里莫名消失了。阿香说，只有二姐姐去过那儿，一定是她偷看了军报，传给青帮，才害了许家数千儿郎。苏婉儿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许淑仪，你个疯子！是你，许家二郎的血不能白流，这个仇我替您报。都得死，你们全部都得死，都得死！薇薇，我回来了。督军，不要给我死！江南一定，从此以后，
沈君风，我在。我杀了你！我重活一世，就是为了杀你。不能再让他受到任何委屈。杜鹃，去，带上微微走。我重活一世，就是为了杀你。微微也重生了，他记得，他全部都记得，所以他才那么恨我。督军，您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都怪我疏忽大意，让那个贱人有机可乘。督军，我特意让厨房炖了人参乌鸡汤，补气血，您趁热快喝下。这点小伤不足为惧，劳烦你们费心了，都回去吧。督军武断家中被刺，照顾督军本就是切身应尽的义务。我的伤是意外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您还在袒护他，大家都看见了，这分明就是蓄意谋杀。我说了，此事与他无关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医生都说了，这伤口深可见骨，白蔷薇刺杀督军，应当军法处置。我沈君风的人，轮不到别人多嘴。往后，谁再敢提刺杀二字，便是与我沈君风为敌。都回去吧。这不是梦，竟然不是梦，我真的刺了他。微微，你醒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医生说，你可能是受到了心理创伤，导致了神经衰弱，加上你喝了好多酒。不过，你能醒来就好。微微，你到底还有什么在瞒着我？没事。但是微微，你为何要刺伤我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你一直在骗我，你不要我了，你跟他们站在一起嘲笑我，我太害怕了，所以我醒过来。噩梦，温雪芝死了，柳如梅死了，苏婉儿也死了，你的噩梦倒是越来越凶了。微微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记得上辈子的事？上辈子
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不就是恨你？在你一次次冷落我，在我被罚去洗衣，在你眼睁睁看着他们对我下毒手，在你为了别的女人被熏得一身香气，闯进我房间的时候，我就是嫉妒，我恨不得他们都去死，我恨不得你也死。这恨意，难道真的只是嫉妒吗？别碰我！乱世之中，我有很多身不由己，但我这里只有你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只是怕你心里那股恨意，不是对他们，而是对我。我没有。他如果真的想杀我，有大把的机会，为何要等到这一天才动手？我真的搞不懂。无论如何，督军的伤是我造成的，我定会负责到底。你要是嫌我碍事，我离开就是了。微微，我信。等这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就离开，去巴黎，去瑞士。那督军近日还请在医院疗伤，我有误爱，府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来打理。但愿这次你不会再让我失望。好，若这真是场骗局，微微，请你骗我一辈子。温血之处是，还有柳荣梅和苏婉儿的死，怕是都与武姨太有关。你听到了些什么？督军质问他为何行此，他哭诉道：“就是因为嫉妒其他几个姨太太。”督军似乎信了他的说辞，还许诺带他去欧洲。真是一个牙尖嘴利的人，连刺杀这种事情，督军都能够被他糊弄过去。这是四姨太房中寻出的氰化物，溶于水后无色无味，服用后半小时内就会。去找人放在他的餐食里面。事发之后，我要让所有人都明白，他是因为罪行败露而畏罪自尽。我这就去安排。你小心一些。为了太太，换死不辞。沈君峰暂时被我糊弄过去了，但这个疑虑就像一颗种子，迟早会发芽。没时间了，我必须在他康复前了结许淑仪。阿香，大太太最近怎么样？除了督军受伤那日，大太太似是许久不出佛堂了，整日诵经，连膳食都在佛堂里用。佛堂？上一世他就是在佛堂里百般谋划，这一世他又在打什么主意？不过奴婢听说，吴管家日日去大太太的佛堂请安，有时一待就是半个时辰。今早还有人看见吴管家从大太太的院子里出来。吴管家，武姨太给您送宵夜来了，进来吧。
吴管家说您最近费神照顾督军，这是大太太特意吩咐厨房为您准备的宵夜，还配了些点心。大姐姐还真是贴心。听说她的身子最近也不太爽利，可请大夫瞧过了。大太太在佛堂静养，有吴管家照顾，但是再怎么着也不能忘了您呐。下去吧。好一个忠心耿耿的管家，闻着倒是香甜。小姐，怎么啦？把这些东西都喂给后院的家禽。是。小姐，那些家禽都不动弹了。吴管家安排，大太太特意吩咐。哼，看来他们俩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密切得多。奇怪呀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找什么呢？在找我的尸首吗？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说吧，是吴管家派你来的，还是许淑仪？我只是走错了房间。走错了房间？那这些糕点也是自己走错了盘子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，那我提醒提醒你，这些糕点里面有无色无味的剧毒，吴管家亲自安排，大姐姐特意吩咐，他们二人相当的默契。你少血口喷人！大太太和吴管家何来默契一说？我听说他们二人常常深夜私会，一待就是数个时辰，如此亲密，当真只是主仆这么简单吗？你胡说！大太太和吴管家是清白的。吴管家之所以对大太太忠心，是因为多年前大太太救了他一命。救命之恩，难怪。回去告诉许淑仪，下次要再敢在餐饮里面动手脚，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堵上他的嘴，杖责30，扔回许淑仪院里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属下看得分明，武姨太故意放走张妈，是要引蛇出洞。张妈说，吴管家跟薛淑仪是旧识。督军，所以吴管家这些年，督军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微微，你这一刀扎的可真深，难怪上一世他的求救信总送不到我手上，是吴管家在帮着许淑仪。沈清，这些日子我回想起来，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微微在府里处处受制，我却总以为是他心胸狭隘。现在想起来，那些所谓的争执，怕都是他被迫自保。立刻加派人手，暗中保护武一太。还有，许淑仪跟吴管家的一举一动，都给我盯紧了。属下明白，只是督军您为何不亲自处置他们？
许家军还在，若此时许淑怡出了事，他们只会狗急跳墙，到时候防不胜防。哎呦，哦，太太，这五妹妹真是厉害。老奴今早去库房取药，正撞见阿香在整理一批上等参茸，说武姨太明日亲自送去医院。哎，明日啊，医院？是啊。赶紧走！白蔷薇，别来无恙啊！这么漂亮的女人，却跟了沈君峰那个怂蛋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孙大帅，我记得之前的宴会上我还替你解围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所以我这不是请白小姐来好好的感谢你吗？大帅当街帮沈君峰的姨太太传出去，岂不是坏了大帅的名声？我看上他沈君峰的女人，是肯定他的眼光。大帅要的不只是他的女人，我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合作。合作？我知道是谁向你放的风声，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许淑仪是许家的人，她又嫁给了沈君峰，她卖了我，不过就是为了报私仇，不是真心帮你。那你与他有何分别？我对你们这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不过我们俩有个共同的目的。是什么？毁了沈君峰。别叫了，叫破喉咙，你主子也不会来救你了。他现在呀，正在伺候孙大帅呢。吵死了，打到他叫不出来为止。阿香，阿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敢打我？打你又如何？哎，反了天了你！给我杀了他！把枪放下！督军有伤在身，还来英雄救美。您知道您的五姨太勾结孙军吗？我正要替您清理门户。许淑仪，你当真要与我并入刑前？哼，
沈君峰，你真以为你们沈家军全是你的人吗？你们沈家军70%将领师从我许家军，城外还有我8000许家军旧部。你今日若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明日你们沈家军就改姓许。你指的是由你舅舅亲自率领的许家残军？昨夜子时，他们已全部并入我沈家军。至于你们这些许家旧部，确定要跟着一个妇人反武？他在重伤之下还能掌控全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骗我！这是你舅舅的亲笔降书。那么，你会杀了许淑仪？来人，将许淑仪押入福堂，严加看管。沈君峰，我知道你不敢动我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我们许家不会饶过你的。上来不得好死！既然你下不了手，就让我亲自来了结这一切。当家主母是你，府中大小事宜，你说了算。督军伤势未愈，还是好生休养。是我连累你了。能替小姐挡灾，是阿香的福分。从今往后，我绝不会再让身边任何人因我受伤。许淑仪，这笔账我会慢慢的跟你算。小姐，我昨日在大太太的院子里受刑，潇洒丫鬟恰巧打开佛堂，里面挂着一个极其诡异的牌子，整日点着安神香。安神香，那可是供奉英灵用的。沈君峰，你不得好死！许家不会放过你的。武姨太怎么来了？我听闻大姐姐心情不佳，特来探望。这安神香，愿能安抚大姐姐的心神。你这个贱人！太太，连你也背叛我！有些事情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许家的事情，督军自有考量。还不够，还不够虔诚。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吧。这琉璃是怎么做的？灯油也是上等灯油，灯芯也没有问题。你点上，快点上！一盏不够，你点2盏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我是诚心供奉他的。好香啊，这个味道。这灯可是从一个吉普赛女人手里得来的，会释放一种无色无味的特殊香味，香料无毒，但若与你常年供奉英灵所用的安息香混合，便会催生强烈的致幻效果。许淑仪，你的心魔要来找你。不是我害的你，是
姐姐，三更半夜的跑什么？你是看到什么了吗？都是你，太太，着火了！都是你搞的鬼！哎呀，太太你怎么了？哎呀，着火了！太太着火了！太太快走啊！那边有人在哭，是你的孩子吗？太太快走啊！娘来了，娘来陪你了，娘来了。哎呀，娘来陪你了。太太，坐，太太。你这个毒妇，我要替淑仪报仇！石俊峰，是老爷子为你战死沙场，许家军折戟大半，你对得起为你付出一切的许家吗？对得起淑仪吗？啊！堵上他的嘴，关进地牢，严加看管。微微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督军怎么不向我解释解释？你和许淑仪还有过一个孩子。什么孩子？说到底是我蠢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你的鬼话蒙骗。那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。我从未跟他们有过孩子。我没有骗你。许淑仪怀孕时，我是在外征战了3个月，她自己清楚我从未碰过她，所以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。她把孩子剁掉了，并且不准府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。所以你一直都知道？我知道，但我不在乎，因为我从未爱过他们任何一个人。我们的婚姻只有利益。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他的话，我真不知道哪句真，哪句假。许淑仪死了，许家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孙大帅也对江北虎视眈眈，督军还是早做准备。微微，我已经是活过一世的人了。上一世，我被许淑仪蒙蔽；这一世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为了护你周全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知道，你也一样。我幻想血眸，以为只是会让时光倒流，但我没想到，他让你我都重生了。是真的，他真的召唤了血眸。上一世，我无数次在午夜惊醒，我跪在督军府门口，心心念念的，盼望着你回来救我。可直到最后一刻，你都没有出现。你可知道我到底有多恨你？所以这一世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
我都未曾插手。只要你能原谅我，要杀要剐，我都听你的。微微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，我真的错了，对不起。我早就原谅你了。你信吗？我信。我的命是你的，那就用这一生来换。督军，这批军需来得太及时了。江北天寒，记得天意。我已命人送貂皮回府，待战事平息，我带你去巴黎选香水，去伦敦看雨。阿香，你去给吴管家送粉啊，然后将这把钥匙放入石盒。是。督军，孙大帅主力已溃，江北从此太平了，你为何还是闷闷不乐呀？连日征战，有些疲惫。微微的信已有半月没送到。督军，府中急信。总算是到这一天了。是吴管家，他投靠了孙大帅。我说过，这一世我把命交给你，传我口令，全军集结。是。把墙外完好无损的交出来，我留你全尸。沈君峰，你也有今天。想要回你的女人，可以拿江城、禹城、潼关3座要塞来换，否则我现在就让她在全军士兵面前跳上一曲，助助兴。好，我答应你，3座城。不过，我要你沈君峰亲自入营，在转让文书上签字画押。督军，这分明是陷阱，万万不可。好，我答应。督军，您是义军之统长，不能孤身犯险。我带你去。我去意已决，若我今日不能归来，沈副官便是你们的新督军。想不到大杀四方的沈督军，你也有今天。为了个女人就自投罗网，你还真是情深意重啊！小小陈儿，沈督军，
武姨太心软了，还放不下对沈君峰的情谊吗？这就坚持不住了。你还想不想见你的白蔷薇啊？你签还是不签？不签的话，你就永远别想见到你的白蔷薇。见不到薇薇，我是不会签的。那咱们就看谁能耗得过谁。孙狗，让我见他！让我见他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对他早就没有情谊了，我的目的只有复仇。那就好，要记住我们的计划。今日只有沈君峰死在这儿，为淑仪偿命，我才可以饶你。我问你们什么？真是情深意重啊！跪下，给淑仪和许家军磕10个响头，再签字交出兵权，那我就杀了他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能放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君真是痴情，可惜李太从一开始就想要你的命。你果然还是不信我只信我自己。从你嫁进督军府，一个一个将他们解决掉，我就知道，你早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你了。不然呢？再一次让我自生自灭，被督军府那些女人给杀掉吗？前世，我已对血月起誓，你要复仇，我便递刀，哪怕最后你将刀尖指向我，我沈君峰也甘之如饴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。我也让你做个明白鬼。淑仪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做所谓的督军夫人，剁掉了那个孩子。薇薇，我说过，我不会骗你。狗男女，替淑仪报仇！沈君峰，你的女人已经是我的人了，这出戏不过就是为了拿下你手上的兵权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杀了他！薇薇，你就这么恨我？从你刺向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这一世
无论如何，你都不会再相信我。你我之间，从重生那刻起就是死局。上一世我犯下的错，这一世我也没有办法去弥补。既然知道是死局，你为何还要？我只求你相信，我爱你的心始终赤诚。他的话你别信，他承诺你的事情不会做到。这是我订的船票，你带着家人一块离开这里。这一世，我希望你过得平安喜乐。在最后一次护你。怎料结局这般现在，你可以释怀了吗？你明明可以不这么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宁愿死在你手里，也不愿你带着恨。别恨我。我恨了你2辈子，也爱了你2辈子，我们2情。这次换我来。两仙人，怎么还睡着了？来，咱们再拍最后一张，来看我这儿啊！3、2、